大家好，我是庞博，欢迎大家。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我是今年的主持人，欢迎大家。我也没有想到，脱口秀干了这么多年，我是为了成为张绍刚老师的竞品。而且你知道，这个工作干时间短了，但是也已经有职业病了，你知道吗？前2天我去一个剧组客串。我进组那天正好主演在杀青，非常感动，流着眼泪捧着花说：“哎呀，谢谢大家！”我说：“好，3、2、1，请锁票。”但是还是很开心，每年录节目都会看到很多的新朋友，今年也来了很多年轻的新朋友，甚至很多还在上大学，演完看到我也很激动，说：“哎呀，你知道吗？我从小就是看今晚80后脱口秀长大的。”说你们那个节目当时给我缓解了很多很多的压力啊！你说小升初当时那个压力实在是。我说闭嘴吧，闭嘴吧，真的，叫我庞叔。喜剧的内核不讲礼貌。一会儿你们看吧，几乎每个长得比我还像80后。但是每次看到这些年轻的朋友，我都会想到前段时间有一个采访啊，挺有意思的。他来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：你觉得到底什么样的人最后会成为脱口秀演员？我想了很长时间，我觉得脱口秀演员都是一群经常会觉得这个世界有点奇怪的人。我举个例子啊，有一种水果叫猕猴桃啊，也叫奇异果。这个它的英文大家都知道对吧？叫爱奇艺国际版。哎，对，这个灯就是这样用的。谢谢佩森姐姐啊。它英文大家都知道吧？叫 kiwi 是吧？我们都生活在上海，这么冷门的英文我们也要假装知道，好不好？叫 kiwi。但我觉得英文就很奇怪，你想 kiwi Kiwi 叫 kiwi，SIRI 就叫 Siri， 那为什么只有 WIFI 叫 WiFi？ 它有什么不一样的？那会不会有一个镜像的平行世界？我每天就要，嘿 Siri， 请打开我的 WiFi， 我要来一局游戏了 ，Time。然后那个记者问我的第2个问题是，很多人都说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，你怎么看待这句话？我也觉得很奇怪，似乎世界上所有的艺术表演里面，只有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，好像他们其他人都不得罪别人，很神奇。你不会看着看着跳舞，突然间就急眼了，说就你能把脚抬到这儿，对吧？你看听着听着音乐剧，突然就站起来了，你们就不能好好说话吗？更重要的一点是，如果你要冒犯别人，首先你要有力量，对吧？但我觉得笑其实是一件很没有力量的事情。如果笑很有力量，我们在历史上就应该看到很多笑的故事，而不是战争的故事，对吧？《三国演义》就应该是诸葛亮3笑周瑜，诸葛亮笑死王朗。我从未见过如此开不起玩笑之人。王朗说：“完了，今天是要笑不活了。”你感觉诸葛亮是个笑星是吧？什么北伐就是全国巡演嘛。喜剧之王3国记。我想问大家，这个笑话冒犯吗？还是有一些冒犯的，如果你是王朗的话。但紧接着另一个问题就是，如果我听了一个笑话，我感觉到被冒犯，就一定意味着我是对的吗？在20年前，互联网上最流行的网络社群叫贴吧。当时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贴吧，非常火，都在上面讨论自己的事情。我们学校保定一中叫保定一中吧，北京当时有一所学校叫北京市第3体校，也理所应当拥有自己的贴吧，叫3体吧。后来的事情你们就可以想象了，是吧？小说3体，然后横空出世，然后3体吧就被3体的书迷占领了。所以理论上，北京市第3体校的师生是世界上第一批被3体人入侵的地球人。我觉得都可以想象，体校的朋友当时一定非常生气，对吧？搞什么？我们学校的贴吧为什么有人突然来讨论一本书？我上体校就是为了不看书，真是。3体的书迷也很无辜，说名字又不是我起的，你去骂刘慈欣好不好？刘慈欣说：“哦，主不在乎。”一点办法都没有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你总不能跟体校的朋友说，要不你们去流浪地球吧？反正你们也没有家了。你们说这个事儿冒不冒犯？当然冒犯。生不生气？当然生气。怎么办？没有办法。李白曾经说过：“如何呢？又能怎？”
所以我觉得，不如笑一笑，不妨就笑一笑，对吧？我甚至建议体校的朋友和《三体》的书迷，咱们一起去弱智吧。我觉得弱智吧的吧友肯定不在乎，肯定会很欢迎我们。他还会问体校的朋友：“哎，你们为什么不快乐呢 ？happy 起来啊！你们不是黑皮体育生吗？”我要再问你们一次，你们觉得这个笑话冒犯吗？还是有一些冒犯的。如果你也来自北京市第三体校的话，如果我们今天一定要聊冒犯，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黑灯和小佳更权威。我没有做过严格的统计，但我觉得他们很有可能应该是世界上冒犯残疾人次数最多的2个残疾人。但是我们都很喜欢他们，对不对？我们都很喜欢他们的演出，我们也很喜欢他们的段子。他们去年发起了一场演出，叫《地狱笑话秀》，就是大家一起来互相吐槽、开开玩笑，同时测试一下我们这个行业的道德底线到底在哪里。怎么说呢？如果你们根本不认识黑灯跟小佳这2个人的话，这整场演出几乎就是教科书一般的霸凌。你想一想，脱口秀的剧场你们是去过的，200-300个人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笑话台上2个残疾人，关键是他俩还得跟着笑，干什么？今晚80后脱口秀吗？但是他们请了很多演员朋友来吐槽他们，演员的创作热情也是空前的高涨。没有什么比写这种段子更过瘾的事情了。当时大家有个群，每天都会有人把写好的各种段子丢进来，甚至有人为他们的演出已经写好了开场曲。2个演员，跑不快，一个没有眼睛，一个手在哆嗦。黑灯跑得快。节目的播出尺度不允许我把整首歌唱完，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。但你们知道，那个群里面从始至终出现过的最冒犯的一条段子，是吐槽小佳的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小佳参加了奥运会，在奥运会中拿到了100米赛跑的第1名。太神奇了！他的故事激励了所有人，他的精神振奋着我们。他的故事甚至被拍成了电影，搬上了大荧幕，甚至小佳这个角色由汤姆·克鲁斯主演，名字就叫《速度与激情》。你们知道，当时那个微信群里面跟刚刚的现场是一样的沉默，但其实你我的意见都不是那么重要，对吧？当时小佳在群里说：“你们为什么都不说话呢？”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笑的。我觉得小佳的回答是可能很多问题最后的答案，就是当事人觉得还蛮好笑的。当然啊，这不是小佳的原话，他的原话是：“这也太好笑了吧！”谢谢你们啊，你们笑了，你们鼓掌了，我就不是这个房间里面唯一一个冒犯残疾人的变态了。我也非常喜欢你们的样子啊！哇，北京市第3体校，哇，太惨了，我要笑一笑。我是小佳的朋友，但这个模仿真的很好笑。观众真的太可爱了。但我最后问你们一遍，这个笑话冒犯吗？还是有一些冒犯的。如果没有人笑的话，对吧？所以不如就笑一笑，对吧？我觉得这就是可能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要有笑话这个东西，这也是世界上为什么有人要讲笑话这件事情。对我来说，脱口秀演员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玩的工作。我希望这个工作我能一直干下去，我希望我们的朋友都能一直做下去。我甚至希望我这个工作能干到80岁。我甚至已经想好了我的告别演出的名字，它必须发生在我80岁之后，因为它就叫今晚80后脱口秀。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王某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别人笑我太疯癫，我不太理解为什么要我讲这个话题，是吧？我几乎是全行业最温顺的演员了吧？是吧？我更不理解的是，为什么付航不在这个话题？付航，你不讲疯癫，你疯了吗？不过付航在这个节目的出现啊，给我一个经典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，就是动物园里有什么？我仔细的去寻找我跟这个疯癫的关系啊，找到了，朋友们，还是找到了。我家住在上海市宛平南路600号的对面。不知道的朋友，那里是著名的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啊。
是的，我现在的脱口秀是典型的上海演员的写法，就是根本不在意你们外地观众能不能听得懂。但是荒谬的不是宛平南路600号，是它现在变成了一个网红打卡点，就是经常我一出小区就看到2条队伍，是吧？一边在那儿挂号拿药，一边在那儿打卡拍照，你根本分不清谁更需要治疗，真的。我不理解，你在这里拍的照片，你能写什么文案，对吧？上海市内环还藏着这么小众的精神病院，你们上海人嘴也太严了吧？姐妹们，谁懂啊？真的，有的时候天太热了，你知道最近天太热了，就是打卡拍照那边有人就插队就吵起来了，还要看病的那边来劝架。冷静冷静，深呼吸，别着急。哎，我这儿有个安定，你先吃着，我还能控制住自己，是吧？我不理解，是吧？我不理解，拍照这种事儿有什么好着急的，对吧？特朗普也是到了78岁才拍到自己人生照片的。但我有一个发现，我发现，一个人，他离社交媒体越近，他离正常人类就越远，因为社交媒体上能看到你的人实在是太多了，没有人能够承受这种量级的关注。你想，你发出去一条动态，理论上所有人都能看得到，所有人，你的前任易烊千玺，你的现任徐志胜，是吧？都能看，这是4个人啊，这是4个人。但他们都能看到，真的。我有一个朋友，男生，他有一个不是非常大众的爱好，就是拼拼图。然后拼完之后，他就发小红书，然后很快就积累了一些粉丝。但大家都知道，粉丝这种东西就是长着长着就不长了，然后他就陷入某种焦虑。首先就是这个焦虑本身就很荒谬，人类是不需要粉丝的，我又不是扇贝，是吧？其次，他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很奇怪，就是因为他还有另外一个爱好，就是健身。他身材很好，所以他现在就是每天穿个小白背心在那儿拼拼图。你知道他那个账号画风就很奇怪，每天都是呀这一块放哪儿呢？会不会是这一面呢？呀，怎么哪儿都放不进？哦，难道是左边？算了，先放一边吧。哎呀，呆住了！哎呀，哎。以后咱直接就在这儿拼吧，真的，好奇怪，真的好奇怪，好端端的一个朋友，突然就变成椰树直播间的主播了。他还跟我说：“哎，你看我自媒体做的不容易，帮我点关注。”我说：“不了吧，我对这个背心没有兴趣。”真的。他说：“我让你看拼图，我这儿的拼图都非常的厉害。”确实很厉害，他有一幅全是天空图案的拼图，纯蓝色，非常难。我说这玩意儿怎么拼呀？他说我有办法。你看啊，所有拼图都是4周都是固定的，你从边上慢慢的往里拼就行。最重要的就是找到边儿。我说对，最重要的就是找到边儿，然后你就可以狠狠地擦它。这件事我去查了，这件事在科学上有一个解释，叫观察者效应，就是同样的一件事情，有人看着跟没有人看着，结果可能完全不一样。这个道理其实我们在生活中也都知道，小学老师就跟我说过，是吧？说上课呢，你在底下说什么呢？你说什么呢？你站起来，你当着全班同学面说。原本滔滔不绝的我，瞬间哑口无言。观察者效应最著名的实验就是薛定谔的猫，就是那个猫的命运如何，完全取决于有没有人在观察。我觉得薛定谔这个人是非常懂社交媒体的，因为这个理论翻译一下就是，不管你这个实验设计的有多巧妙，如果不发到网上，不被粉丝看到，就没有任何意义。薛定谔是吧？可能是人类最早的萌宠博主，主打的是开箱视频。但是我认为，就算薛定谔生在当下，他也做不好一个小红书博主。首先，个人简介怎么写是吧？啊，量子物理，一个竖线，瑞士瘤子是吧？INFP 是。其次，我觉得他更不可能好好的推广科学，因为我们没有人是真的想看量子物理，我们其实只是喜欢3分钟看懂量子物理。薛定谔最后也只能怎样？他也只能发广告，发爱因斯坦的八卦，直播的时候讲爱因斯坦的八卦，而且在最关键的时刻开始带货。总之，大数据让他干啥他就得干啥，粉丝让他干啥他就得干啥，社交媒体让你干啥你就得干啥。
别人一看你这也不是薛定谔的猫呀，你就是巴甫洛夫的狗。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庞博。不要紧张，好吧？不要紧张。好久不见。我站在爱奇艺这个台上，我其实现在感觉很奇妙，就像是从南极来到了北极一样，环境没有任何变化，只是周围没有一个我的企鹅朋友。哎呦呦，太硬了，太硬了。还好有我的老朋友在，是吧？宇宙老字号京都念慈庵，谢谢，感谢念慈庵啊！很久没有讲过这种带商务的脱口秀了，真的，我感觉一切都回来了。有了京都念慈庵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哎呀，你们也知道是吧？就是去年 gap 了1年。而我是那种特别需要稳定的生活能带给我那种安全感的人。你知道去年我甚至重新注册了好几个那种求职网站的会员，我就想看一看，哎，会不会有哪个文工团正好在招聘一名幽默帅哥呢？是吧？而且我从小就这样，你知道小学的时候寒假30天，然后寒假作业有60页，我就会进行一个严格的规划，我每天要写2页，不能多也不能少。我同桌看到之后就非常的震惊，说你有病吧？我说咋的？难道你一天写60页？我们根本就没有写呀。但是我就是特别需要这个规划在我这里，甚至我只有初1、初2、初3这3天是休息的，大年30我都要写完作业再吃年夜饭。我爸妈看到之后都说：“孩子，你这个调休好不合理呀。”而且。就是讲脱口秀之后，我这一点的感受变得尤为的强烈。你也知道我的那些脱口秀演员朋友们啊，每天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，是吧？红尘作伴，潇潇洒洒，从来不为明天担忧，因为今天很有可能就是生命中的最后一天。我每次看着这些朋友，我时常就觉得，他们好像就是草原上自由奔驰的骏马，只有我是沉迷拉磨的驴。我们一样讲着笑话是吧？但是驴唇不对马嘴。我平时跑步，他们都说我跑的是驴拉松。而我们这种驴系男孩呢，我们这种驴系男孩最害怕的，跟打印机是一样的，就是突然之间没墨了。去年我经常会在一个咖啡馆在那儿写段子，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的样子。是的，真正的驴是可以做到没墨硬拉的。有一天我就写累了，我的眼睛非常的酸，我滴了一点眼药水，我在那边这样休息。等我再睁开眼的时候，我桌上多了一杯热水，下面压着一张便签纸，写着“会过去的”。我一抬头，那个店员，你们有被那种陌生人突如其来的关心刺痛过吗？会过去的，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我遇到的这个坎儿，还是我的整个职业生涯。我第一次喝一杯热水是吧？但心里凉凉的，真的。但是去年一整年没有拉磨之后，我发现一件事儿，就是其实人是可以不拉磨的，也没有什么坎儿是永远过不去的。所以今年重新站在这个舞台上，我发现我只有一件事情要做，就是讲我自己最想讲的东西。所以最后，我想给大家讲一下这1年来我在那个咖啡馆写过的我最喜欢的一个段子。你们大部分人会后悔这个鼓掌。你们小学的时候，学校里有没有那种班级之间那种合唱比赛，是吧？我们都知道这种比赛比的不是说你们班到底有几个唱歌特别好的人，就是看你们班到底有几个人唱歌完全没有调，是吧？就什么乐器、和声、声部全都没有用，只要有一个人在旁边长亭外，你们班就废了，对吧？10个那英压不住1个杨丽，那一力降10会，是吧？所以那段时间我们班就非常非常努力的练习，大家都不想拖别人的后腿。就我们班主任看到我们这样就说：“不要紧张，好吧，不要紧张，放轻松，我有办法。”我有秘诀啊，我能帮大家解决这个走调的问题。我们就都很好奇，就是到底能有什么样的方法？班主任不着急，等到自习课的时候，班主任前门、后门全都锁好，整个窗帘全都拉起来，
窗户也都锁上，我们都很激动，说这么神秘，这是要干什么？什么样的方法？然后我们班主任说，这就是我的方法，只要我把门窗都锁好，我就能确保咱们班没有一位同学会走掉。这个就是我过去1年最喜欢的段子，很高兴和大家重新认识一下，我是庞博。但其实，这也是我认为脱口秀最好玩的一部分，就是来，我这儿有一个好东西，一定要让你看一下，来，然后我带着你，我们2个一起徒步走了3个小时，走了10公里，我就是为了给你看一坨垃圾。好在你也不会生气，因为整段路程我都是陪着你一起走完的，没关系，会过去的。谢谢大家。